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7月22号。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 30K 波浪理论目前二浪整理是不是要到10月份才会暴涨？历史有没有前车之鉴？2019年的这个位置形态，或者是2015年这个位置的形态，以及2022年这个位置的形态。所以等下来跟大家探讨，就这里面的一个形态，有可能上一次3周之前给大家踩刹车，就是涨到这个位置31K。不一定会涨啊，所以有时候散户从众心理，羊群效应，看涨的时候也是在说涨，什么看跌的时候，现在在整理，很多一大片又是在看跌。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由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周线里面的这个波浪理论啊，上一次是在31K 的高位，也就是日线里面的这个位置，是跟朋友们提醒。你不管是看周线里面的波浪，或者是看日线里面的波浪，单看裸 K 也是很明显观察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上去不要再追，有可能开始会盘整，盘整到现在已经20天。其实最迟的一个追价位置，之前在这个位置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，你在这个位置都应该要开始做追价的动作。那现在整理的浪形，日线里面我不数啊，基本上都是在数周线里面大长线的波浪，在猜一些转折的位置，或者是上涨的时间，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会在10月份的位置开始上涨？当然，前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从15K 开始的这一个1、2、3、4、5市场是存在着很多分歧。我个人的浪形有可能这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我知道还有一些观点是。这是1、2、3、4、5，有没有看过艾略特的波浪书籍？一浪跟4浪的低点是不能重叠的。当然，这一条法则也是存在很多分歧啊，因为现在是电子化的交易市场，不同于100年以前艾略特他们是纸质化的交易市场，要数成这样子也是可以的，浪形是对的。一是重叠，你可以给它忽略掉这一条法则。然后我个人观点是，为什么我这样子数啊？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你3浪里面也要数出一个曲折，从这个位置开始1、2，然后3、4到这里，这是一个4浪的整理。大家记得当时在这个形态的时候，市场环境，你如果利用市场的环境来配合波浪的形态，有可能会事半功倍哦。因为记得很清楚，当时这边是走了一个扩散三角，很多人是担心比特币还要再下去。其实它整理的形态就是一个扩散三角4浪的整理形态，所以这边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然后5浪我数到这里，然后这整个大浪形里面1浪是到这里，然后这是一个3浪，然后这是一个5浪，所以大级别的浪形里面就是这样子来数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现在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，有可能这个位置全部都是在走一个 ABC。如果我们把这整个1、2、3、4、5看成一个大1浪，然后这边是不是2浪的整理，后面是不是在10月份要开启一波大级别的3浪上涨？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19年的这个位置底部起来以后，其实也是一直在判断什么时候有可能会再开启这种大级别的上涨。2019年是有一个疫情黑天鹅事件，如果没有疫情黑天鹅事件，相信这个位置有可能都开启一波大级别的3浪上涨，然后3浪里面还有一个1浪、2浪整理，这边都是一个2浪的整理，后面还有一个大级别的3浪，就是3浪里面也会有1、2、3、4、5。不过我们要回顾一下，它从底部起来之后，这边的浪形你可以自己去数啊。我的观点是，第一波初步牛市的行情，这整个浪形它是涨了3倍，后面 ABC 的调整，我们去回顾一下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位。如果没有那个疫情的黑天鹅事件，没有这个挖坑，相信这个位置 ABC 整理的时间，2浪的调整就是整个大级别浪形1浪、2浪的调整，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2019年12月份左右，差不多就结束。而且这里面的时间，我们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它的时间，拉到这个低点附近，差不多是22根到23根的周线，时间是150天左右。那跟2015年的一个位置，我的观点是，就目前比特币2023年很像是2015年的这个位置目前整理的形态，里面的时间也是有高度参考性哦。
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2015年底部起来的上涨的行情，如果这个位置是有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这里面的5浪类似一个失败的第5浪。然后我们如果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，曲折是非常的明显，是不是一个 A、B， 然后在这边是走了一个 C， 就是目前比特币的时间一直在观察，如果真的像2015年这个位置大跌大涨，或者是大跌又大涨，大跌又大涨，它这里面的时间，如果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，横过去到这一个上涨启动的位置，时间是22周，差不多是154根的日线里面的 K 线，总共是154天左右。所以形态我感觉是非常像这一个区间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2年，当时也是见底完以后启动第一波初步牛市的行情，后面整理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位置的高点开始计算，拉到这个位置已经是有很明显的启动的一个位置。它这里面二浪整理的结构时间也是很接近150天左右，所以就当下比特币整理的形态，如果我的判断浪形到底对还是错，有可能有不同观点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。不过我的观点，这个位置真的开始是一个 ABC 整理的结构，有没有可能时间拉长到也就是今年的9月份底或者是10月初的一个节点，有没有可能开启下一步上涨的行情？如果涨上去以后，我们到时候也要留意它这一个 48K 什么时候会挑战，有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大级别的一个二浪的整理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时间想跟大家探讨一下，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比特币在 69K 或者是 60K 高位的2个 M 头的头部拉到这一根破位的位置，时间是69根的 K 线，然后底部的区间从 20K 开始计算到现在是57根或者是399天，跟这一个时间也是有重叠。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69根的位置，可以观察一下，也是重叠在这个区间，就是10月份左右，到时候我们看会不会有大波动了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目前的价格还是支撑在 29.5K 上方。昨天的这一根 K 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实体是前面的这个实体感觉是要穿透，如果有穿透的话，它也是很小的一个多方抵抗的吞噬 K 线。然后今天的价格现在是在这个影线里面来波动，最好去留意一下，一直能维持在这个影线来波动，也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走势，或者是也是有20-30天没有做多。你如果要搞的话，我的观点是防守就留意这个位置不要破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 MACD 指标，从这个位置死叉放红柱的位置到目前已经是16根。以前的经验不是有讲过10根你去留意一下有没有转折，如果没有的话20根有没有转折。最大的一个极限以前有看过30根左右，当然也有超过30根了。不过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，它其实价格整理的区间现在是横盘了20-30天，已经是快接近零轴附近，零轴附近也是很强的一个多空平衡区，它要涨也是有可能性，小波段的上涨有可能还是维持在这个区间，也是不排除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的一个位置，就是这个整理区间不是有跟大家判断，就类似这个整理区间，这边有一个突破，这边有一个突破，后面它是压回来，是连续3天都是大长 K 的下跌。那这个位置只有一根大长 K， 其他都是小碎碎的一些 K 线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来到这个低点位置的时候 ，MACD 是不是在零轴附近？它后面就是会有一个上涨，所以现在也是在零轴附近。我的观点，你要搞的话，防守就是29.5K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留出。